时间倒回2012年，那个传说中世界末日的年份。这一年，显卡战场风云突变 ，NVIDIA 的开普勒架构横空出世，彻底甩掉前两代费米、特斯拉高功耗高发热的帽子。GeForce 600性能暴涨，功耗却大幅下降。台积电28纳米工艺功不可没，但更深层的原因是 NVIDIA 开始把高精度浮点计算从民用显卡上剥离。而 AMD 这边被收购后的初代 GCN 架构 HD 7000系也终于在2012年大规模铺货，当时表现中规中矩，但谁也没想到，这套架构在多年后的驱动优化下还能发光发热，成了 AMD 战未来的最佳注脚。讽刺的是，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曾经重视通用计算的 NVIDIA 从开普勒开始反倒砍了一刀，而原本只顾游戏瘾的 AMD 却在 GCN 上把通用计算捡了起来。以今天的眼光看， GCN 简直是全能选手，后来的平民 AI 神卡 MI50 本质上就是他的集大成者。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的千年级终端显卡之争。HD 7850一季的推出摆明了就是冲着 GTX 650 钛一季来的，虽然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但想想当时的局面， HD 7870被 GTX 650钛按在地上摩擦，二季版的 HD 7850又迟迟打不过 GTX 660，这么一看啊，一季版的存在就合理多了。当年我和我身边的小伙伴为了这两张卡能吵到面红耳赤。GTX 650钛档，信仰老黄神驱动加驱动优化，毕竟从 GTX 680开始 ，N 卡确实靠这手把同级别的 A 卡按着打。HD 7850档直接甩出底大一级压死人。HD 7850二季理论上能和 GTX 660掰手腕，一季版凭啥打不过650钛？以今天的眼光看，答案其实很明确 ，HD 7850一季更强。底大一级压死人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测试平台沿用上期视频的平台 Intel Core i7 920 CPU 技嘉 GA-EX58UD5 一代神版，不过这次我把 CPU 超到4G 赫兹，内存换成了3根海力士 DDR3 600 4GB 谱条。为了还原年代感，也为了对比驱动迭代的差异，我分别用了2版驱动。2012年12月份的对应的是 AMD 催化剂 12.11 Beta 以及 NVIDIA GeForce 310.70 WHQL， 后期稳定版驱动使用的是 AMD 摄像限速 22.6.1 以及 NVIDIA GeForce 475.11 WHQL。 看到这里觉得 UP 主为了视频准备的非常周到，喜欢 UP 主的可以点个3连关注，谢谢喵。测试项目全是当年的经典，地铁最后的曙光、尘埃3、失我的星球2、热血无赖，外加2个经典基准测试 Unity Heaven 3.0、3D Mark 11。3D Mark 11无论是性能模式还是极限模式， HD 7850的默认总分和大部分子项目都占优，换了后期驱动后优势进一步拉大。 GTX 650钛隔期驱动后也有提升，但幅度差远了。唯一亮点，物理得分上 GTX 650钛略胜一筹，毕竟那个年代的 N 卡原生是 PhysX 物理加速，哪怕性能差一截也能扳回一城。Unity Heaven 3.0 10多年前的经典测试，场景高度统一，技术也很先进，比如对曲面细分的良好支持。这次我把曲面细分开满，高画质预设跑下来，新老驱动下都是 HD 7850压着 GTX 650钛档，差距正好对上规模差异，没啥悬念。地铁最后的曙光，作为地铁2033的续作，画面要求极高。GTX 650钛不管换不换驱动都打不过 HD 7850一季。有意思的是，在这游戏发布前后的 12.11 Beta 驱动下， HD 7850的表现甚至比后期新驱动还好。看来那个版本就是为这游戏量身定做的积雪驱动。尘埃3，经典的早期 DX11 赛车游戏，拉满画之后 GTX 650钛换后期驱动确实好了不少，但在 HD 7850面前依然是螳臂当车。失落的星球2，这局疑似是 NVIDIA 优化最好的一击。卡普空的游戏嘛，懂的都懂。如果用2012年底的驱动跑， HD 7850和 GTX 650钛几乎平起平坐。
但换的后期驱动还是被 HD 7850压了一头，虽然幅度不大，但压了就是压了。热血无赖，这游戏算是 UP 主的单机游戏启蒙之一，当年和 GTS 一起玩的，对香港的最初好感多少也来源于此。当年有人传达是 A 黑游戏，其实是误会，主要是 A 卡开 3D 显示功能后帧数会减半，实测下来不管是用哪版驱动，都是 HD 7850稳占优势。GTS 650 钛始终受制于规模，翻不了身。最后做个总结，即便在当年 A 卡驱动还只是羽翼出分的时候， HD 7850一记也不是 GTS 650钛能碰瓷的。在热血无赖、地铁这种高要求的游戏里更是如此。GTS 650钛输在哪里呢？第一点是规模，流处理器、渲染机都少一截。第二点是显存带宽，这才是最致命的短板。对已经开始普及 1080P 游戏来说，带宽不够，直接劝退。多卡支持 GTS 650钛不支持 SLI， 可能是 NVIDIA 吸取了越级击杀的教训。当然 A 卡占未来也不意味着驱动越新越好，至少地铁的曙光这座还是当年的驱动更香。真正值得玩味的盲点，或许是那个 PS3 与 PS4 世代更替的年代。NVIDIA 靠了对一批 PS3 首发，后续移植 PC 的游戏在图形识别上的先手优势，得以用更低规格的显卡硬刚 A 卡，落到大部分不深究原理的玩家眼里，就成了 N 卡游戏优化好。这不就和现在 A 卡对 PS4、PS5 移植游戏适配奇好是一个道理吗？